如果你是二战战场上一个步兵班的班长，你的小队里有什么家伙，直接决定了你们是战场主宰者还是被动挨打。在二战中，不同国家为步兵班设计了不同的火力套装，有的信奉精确射击，有的追求泼水般的弹药火力覆盖，有的把宝压在一挺机枪上。这些设计思路在太平洋和东线两大实战熔炉里经历了最残酷的检验。那么这场关于火力的哲学碰撞，哪种思路更胜一筹呢？接下来的对比将为你层层揭开。在太平洋的众多岛屿上，美军和日军的步兵班展现了完全不同的火力设计哲学，一边是挥霍弹药的豪爽，另一边是精打细算的执着。这种差异直接决定了无数小规模战斗的结局。美军的步兵班火力核心是前所未有的持续输出能力，这主要得益于两样法宝 M1 加兰德半自动步枪和勃朗宁自动步枪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AR。M1 加兰德是革命性的，日军拉一次枪栓才能打一发子弹，而美军士兵只需扣动扳机就能连续射出8发。这种火力速率上的差距让日军士兵倍感压力，他们常常报告说遭遇了猛烈的机枪火力。其实那可能只是一个装备加兰德的美军步兵班。 BAR 自动步枪扮演了关键角色，它被归类为自动步枪，但实际作用很像轻机枪。它使用20发弹匣，能进行点射或自动射击，为步兵班提供移动的支援火力。虽然它的持续射击能力不如真正的轻机枪，但在步兵班这个级别，它提供了宝贵的压制能力。除了这两大主力，汤普森冲锋枪和 M1 卡宾枪也丰富了班组的火力层次。冲锋枪在近距离遭遇战中尤其有效，而卡宾枪则装备给班长或后勤人员用于自卫。美军的战术非常直接，就是依靠强大的火力，在接敌瞬间压制对手，然后用 BAR 和步枪榴弹摧毁敌人的火力点。这种战术对士兵的射击精度要求相对较低，但极度依赖后勤补给。幸运的是，美军的运输船总能将海量弹药送上滩头。日军的步兵班被称为分队，其设计思路源于资源有限的现实，以及强调步兵个人技能的军事传统。分队的核心火力是一挺轻机枪，早期主要是11年式，也就是歪把子，后来逐渐换装性能更好的96式。这挺轻机枪是分队里最宝贵的财产，所有步枪手都在某种程度上为保护和支援它而存在。但日军的轻机枪存在一些实战问题，比如11年式结构复杂，在尘土多的环境里容易卡壳，而且它的供弹方式很独特，需要专用的弹斗，装填比较麻烦，这影响了它的持续射击能力。分队里的其他士兵主要使用38式步枪，这种步枪精度很高，后坐力也小，但射速很慢，每次射击后都需要手动退壳上膛。在美军看来，这就形成了火力空白期。日军的标准战术是利用机枪吸引敌人，然后步枪手精准射击，或者利用夜色和丛林掩护尽可能靠近敌人，最后发动白刃突击。他们希望用刺刀和勇气来解决战斗。这种战术在训练有素且对手火力不强时有效，但在太平洋战场上，面对美军的火力优势，日军发现他们很难接近到刺刀冲锋的距离，往往在进攻途中就被密集的子弹和炮弹阻挡。在塔拉瓦战役中，美军登陆部队遭遇了日军的坚固防御，日军依靠碉堡和工事试图用精确射击大量杀伤美军，但当美军士兵登上滩头并展开后，他们的半自动火力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。一个美军步兵班可以轻松压制一个日军机枪火力点，因为加兰德步枪手们能持续不断地向射击孔倾泻子弹，让日军机枪手无法抬头。而日军步枪手虽然单发精度高，但在压制性火力面前很难进行精确瞄准，他们的反击效率大大降低。在布干维尔岛这样的丛林战中，日军偏爱的夜袭和渗透也常常失败。美军会布置密集的警戒哨，并大量使用照明弹，一旦发现日军接近，立刻召唤迫击炮火力，并用电锯般的自动武器封锁所有通道。日军发现他们的意志力和突击精神很难突破由钢铁组成的火墙，他们的战术需要士兵靠近敌人才能生效，但美军的火力体系核心就是不让你靠近。
太平洋战场的步兵班对抗清晰地展示了两种哲学的结果。美军依靠强大的工业基础打造了一个追求火力密度的体系，用持续的弹雨压制对手，弥补了单兵射击精度的不足。日军则基于其条件和传统，打造了一个注重精确和突击的体系。但当技术的代差过大时，精神和意志很难弥补火力上的绝对劣势。美军的火力地狱最终压制了日军的意志深化。东线战场是另一个世界，这里没有茂密的丛林，而是无垠的平原和破碎的城市。在这里，苏联和德国的步兵班火力体系上演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对抗，一边是汹涌的冲锋枪洪流，另一边是冷静的机枪铁针。德军的步兵班火力完全围绕一挺武器构建，那就是通用机枪。从早期的 MG34 到后期更著名的 MG42，这种武器是班组的灵魂，其他步枪手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携带弹药和保护它。MG34 和 MG42 以其高射速闻名，特别是 MG42， 它独特的嘶步声成为盟军士兵的噩梦。这种高射速能形成极其密集的拦截火力，在防御时尤其致命。一个部署得当的德军班组可以压制数量占优的对手。德军班组的战术精髓在于机枪的灵活运用，在进攻中，机枪会率先开火，压制敌人阵地，为步枪手前进创造条件；在防御时，机枪会选择良好的射界，构筑主要火力支撑点，步枪手则负责警戒侧翼，并用他们的 98K 步枪进行精确射击，弥补空隙。但这种体系也有弱点，首先是对机枪手的依赖过高，一旦机枪手伤亡，整个班组的火力就会大幅下降。其次是 MG42 的射速太快，虽然压制效果出众，但弹药消耗也十分惊人，后勤压力很大，步枪手需要携带大量弹药。苏军的步兵班火力体系在战争期间经历了显著的演变，战争初期他们损失惨重，但很快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，那就是大规模装备自动武器，特别是冲锋枪。PPSH-41冲锋枪成为苏军火力的象征。这种武器结构简单，生产成本低，非常可靠耐用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能在短时间内倾泻大量子弹。一个装备7、8支冲锋枪的苏军步兵班，在100米内能形成可怕的弹幕。除了冲锋枪， DP 轻机枪也是班组的重要火力。虽然它是47发弹盘，容量狭小，换弹较慢，但可靠性很好，为班组提供持续支援。苏军的战术简单直接，利用冲锋枪手的人数优势，快速接近敌人，在近距离用自动火力压制和消灭对手。这种战术在城市战和夜间战斗中特别有效，因为交战距离通常很短。但这种体系同样有缺点，冲锋枪的有效射程有限，超过200米精度就急剧下降，这使得苏军班组在开阔地面对德军的机枪时很吃亏。他们需要快速通过危险的开阔地带，或者依赖炮火掩护。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两种体系碰撞的典型，在这座破碎的城市里，交战距离常常只有几十米甚至更短。德军的机枪优势在这里受到限制，因为射界受限，很难发挥远程火力。而苏军的冲锋枪队却在残垣断壁中如鱼得水，他们组成3到5人的小组，利用建筑物接近德军，然后在极近距离用自动火力解决问题。德军的 98K 步枪在这种环境下显得笨拙，每次射击后都要拉枪栓，而苏军可以持续射击。但在库尔斯克这样的开阔地带，情况就不同了。德军的机枪可以在很远距离就发挥作用，他们精心布置交叉火力，迫使苏军步兵在毫无遮蔽的地形上前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苏军往往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接近到有效射程。战争后期，德军尝试用新式武器改变局面。STG-44 突击步枪的出现是一次重要创新，它兼具步枪的精度和冲锋枪的自动火力，但在战争末期，这种武器来得太晚，数量也太少，无法改变整体态势。东线的步兵班火力对抗展示了2种不同的解决方案。德军选择以一挺优秀的通用机枪为核心，构建整个火力体系，追求火力的效率和控制；苏军则选择用大量自动武器武装士兵，追求在近战中的绝对火力优势。2种体系各有优劣，在不同的战场环境下展现出不同的效果。德军的体系更依赖训练和战术纪律，苏军的体系更注重实战中的简单可靠。这场机枪与冲锋枪的对话定义了东线步兵战的节奏。
一支步兵班的战斗力不仅在于他们手里有什么枪，更在于他们如何运用这些枪。不同的火力体系催生出截然不同的指挥和协同方式，这就像下棋，棋子一样，但玩法完全不同。美军班长的角色更像一个战术协调员，他的首要任务不是亲自杀敌，而是有效管理和分配火力。这得益于美军完善的通讯和训练体系。在实战中，班长需要迅速判断战场形势，决定如何展开班组队形。他需要指挥 BAR 射手占据有利位置进行压制，安排加德兰步枪手进行精确射击，还要协调冲锋枪手保护侧翼或清理近距离目标。更重要的是，美军班长接受过系统训练，知道如何呼叫上级支援。当他们遭遇坚固据点时，不会让士兵硬冲，而是通过无线电呼叫连属的迫击炮或者机枪班组进行火力支援。在登陆作战时，甚至能引导舰炮进行轰击。这种战术体系对班长的素质要求很高，需要冷静的头脑和良好的局势判断能力。但好处是充分发挥了美军的技术优势，让每个步兵班都成为联合打击体系中的一个灵活节点。德军步兵班的战术就像运用一台精密机器，而这台机器的核心就是那挺通用机枪。德军班长的首要职责是确保机枪组能够安全高效地发挥作用。在进攻中，班长需要为机枪选择最佳的前进阵地，指挥步枪手进行掩护。在防御时，他要规划射界，确保机枪能够覆盖最重要的接近路线。整个班的移动和停顿都围绕着机枪的部署展开。这种体系的优势在于将最重要的火力资源用在最关键的时机和方向。德军强调火力的突然性和密度，往往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用最猛烈的火力进行打击。但这种体系也有其脆弱性。首先，它非常依赖机枪手的经验和素质，一旦优秀的机枪手损失，整个班的战斗力就会大幅下降。其次，班长的决策空间相对较小，战术选择往往围绕着如何最好地使用机枪展开。苏军步兵班的指挥体现了鲜明的实用主义。由于战争初期损失了大量有经验的士官，苏军发展出一套简单直接的指挥模式。在进攻中，班长的任务很明确，带领全班按照既定方向前进，在接近敌人后用最大火力进行压制。由于大量装备冲锋枪，他们的近战火力十分猛烈，班长不需要下达复杂指令，主要确保士兵们协同前进。苏军特别擅长利用人数和火力优势，他们经常采用多路突击，让敌人防不胜防。在斯大林格勒巷战中，这种战术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多个突击小组同时进攻，使德军的机枪无法兼顾所有方向。这种体系的优点在于对班长个人能力要求相对较低，即使在混乱的战斗中也能保持基本的战术执行。缺点是在复杂环境下缺乏灵活应变的能力，过于依赖上级的总体指挥。日军分队的战术带有明显的计划性特征，他们在战前会制定详细方案，包括火力点的设置和突击路线的选择，但在实战中往往缺乏变通。分队长的角色更像是计划执行者，而非临场指挥。他需要确保士兵按照既定方案行动。在遭遇突发情况时，日军往往选择继续执行原计划，而不是灵活调整。这种战术在遭遇装备较差的对手时很有效，因为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但当面对火力强大的美军时，原计划经常迅速失效，而分队长又缺乏权限和训练来及时调整。日军另一个问题是各分队之间的协同较弱，每个分队更像在独立作战，很难得到其他分队的有效支援，这在美军的整体火力协调面前显得力不从心。指挥与协同方式是火力体系的大脑和神经，美军强调整体协调，将班组纳入更大的火力网络；德军追求精密配合，围绕核心武器构建战术；苏军注重简单实用，用数量优势弥补指挥复杂度；日军则依赖事前计划，但在实战中缺乏弹性。这些不同的指挥思维与各自的武器系统相辅相成，共同决定了步兵班的最终作战效能。一个成功的火力体系需要武器与战术的完美结合，缺一不可。二战步兵班的火力较量本质上是不同军事思想在实战中的终极测试。美军的半自动火力体系证明，在多数情况下，火力密度比射击精度更重要。日军的精确步枪战术在绝对火力优势面前，往往难以发挥效果。德军的通用机枪体系展现了一款优秀武器如何成为班组核心，但过度依赖单一武器也带来战术僵化风险。苏军的冲锋枪洪流用简单可靠的方式解决了近战火力不足的问题。
这些实战经验直接影响了战后各国步兵装备发展，自动步枪成为主流，班族火力持续强化。二战用最真实的方式验证了一个道理：好的火力体系必须适合战场环境，并能被普通士兵掌握。好了，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了。我是大胖兵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